前几天咱们总结了2024年的全球民航大事儿，大家还记得前3件是什么吗？都是和安全有关的。其实说到民航安全的话题，如果再往前翻1年，2023年被国际航协评价为全球民航飞行史上最安全的一年，没有发生过一起喷气式飞机的损毁或者是致命事故。然而没有想到2024年的形势却急转直下，因为12月19日济州航空在乌安发生的惨重事故，2024年成为了6年以来全球民航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。包括各种原因在内，2024年共有318人在民航相关的飞行活动中死亡。除了济州航空的事故外，影响比较大的还有阿塞拜疆航空的12届190坠毁，38人死亡。6年前的2018年，全球民航总共发生了45起致命飞行事故，其中最严重的是印尼狮航的波音737 MAX 空难，189人死亡，然后还有古巴的波音737-200空难，112人死亡，以及尼泊尔的 Dash-8 空难、俄罗斯的安118空难和伊朗的 ATR 空难等等，总共造成了556人的死亡。2024年的特点则是重点事故发生在年初和年尾。在2024年新年开头的1月2号，日本航空一架满载乘客的 A350-900 客机与入侵跑道的海上自卫队的 Dash-8 相撞， Dash-8 飞机上有5人死亡。而正当人们以为相对安全地度过了2024时，12月25日和29日接连发生了2起民航事故，死亡人数迅速上升。2024年全球民航共发生了42起致人死亡的飞行事故，共318人死亡。与2023年全年仅有72人死亡相比，这个数字增长得太大了，上升幅度甚至超过了4倍。但多数的分析也认为，2024年的民航伤亡与2018年伤亡的背景已经完全不同。2018年2次伤亡过百的事故，一次是与波音737 MAX 有关，这是新型飞机；一次与老旧飞机有关。而2024年最主要的2次事故看起来都是偶发。济州航空的事故可能是与飞行员的临危慌乱有关，而阿塞拜疆的事故则已经明确是被俄罗斯防空火力误击损伤。所以目前来看，从2023年到2024年的反转也并非代表全球的民航变得更加不安全了。根据国际航协的资料，2023年喷气式和涡轮螺旋桨飞机的飞行架次比2022年增长了 17%， 而2024年全球民航的营业额和利润又创造了新高。对2025年国际航协的评估更是非常的乐观，认为在全球很多的地区，例如美洲、欧洲、澳洲、日韩、东南亚、中东和非洲等地，行情都会变得更好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资金涌入民航业，新飞机引进越来越多，维修保养的资金也越发充足，民航安全应该不需要过多的担心。疫情结束时民航业大反弹，有很多的新手在那个时候进入了民航业，确实带来了一些隐患，但是随着他们逐渐积累工作经验，出错的几率也会大大的降低。而空客和波音的产品安全性30多年来已经获得了普遍的信任，应该也不会有大的问题。不过也有3个地方可能仍然是民航安全问题潜在的高发区。一是俄罗斯依然备件短缺，被迫从地下渠道获得备件，而这些备件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可能不靠谱，是相当大的安全隐患。二是伊朗和委内瑞拉想尽办法搞波音和空客的2手飞机，安全性缺乏保障。第3个问题是，在乌克兰加大反攻的背景下，俄罗斯的各个机场和领空都变得不安全，也是重大事故隐患。所以如果以上3个问题得到重视，不发生大的问题，那么从2024年的伤亡过300到2025年迅速恢复为民航又一个最佳安全年，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欢迎评论留言交流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